科尼利亚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洛贝林昨天去哪了？”洛贝林明显愣了一下，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家了。科尼利亚还挺担心，问他现在好点没。洛贝林笑着说没事。科尼利亚话锋一转，说昨晚宴会出大事了，皇太子差点当众杀人，结果被一个神秘女人拦住了。洛贝林听完直接僵住了，问这是真的吗？科尼利亚还在感叹，那女人胆子也太大了，他哪知道正主就在自己对面坐着呢。科尼利亚越说越起劲，说那女人不仅闯了进去，还指着皇太子的鼻子，一口一个混蛋的骂。洛贝林亚听得心惊肉跳，科尼利亚接着放了个大雷，说皇太子现在正全城搜捕，只要抓到那个女人，绝对要亲手掐死她。科尼利亚正说着呢，洛贝林突然被茶水呛得直咳嗽。科尼利亚赶紧过去查看，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洛贝林支支吾吾地说是茶水太烫了。看着科尼利亚担心的样子，他心里全是愧疚。其实有个真相，他根本不敢告诉科尼利亚。科尼利亚口中那个疯女人，其实就是他自己。昨晚他不仅闯了宴会，还跟皇太子伊恩纠缠了整整一个晚上。洛贝林抓着科尼利亚的手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他确实跟皇太子在一起，但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竟然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把帝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女人，居然只是个普通的子爵女儿洛贝林迪内斯。就在一个普通的晚上，洛贝林的前世记忆竟然全都被砸回来了。起因非常离谱，他在大街上被一根法棍面包给砸晕了。等他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竟然穿越到了小说里。更倒霉的是，她不是什么正经女主，而是小说里最招人恨的恶毒女配。在原本的剧情里，她不仅要抢走好闺蜜科尼利亚的丈夫，还要坏事做尽，最后落得一个被当众斩首的下场。记忆是回来了，但领盒饭的倒计时也跟着开始了。这本小说的剧情是标准的黑化复仇爽文，女主角科尼利亚被背叛后，要把仇人一个个全部送走，而她复仇名单上的头号目标竟然就是我。按照原著的剧情，皇太子伊恩迟早会玩腻，然后转头来诱惑我。我一个小小的子爵女儿，根本没法拒绝皇权。结果就是我会像原著里写的那样，被科尼利亚亲手送上断头台，直接领盒饭。这下彻底麻烦了。为了保住这颗脑袋，我绝对不能让科尼利亚有任何复仇的理由。洛贝林终于想通了，既然一切悲剧的源头都是因为科尼利亚嫁给了皇太子，那只要把这桩婚事搅黄不就行了？不仅要拆散他们，还要给好闺蜜找个真正的良配。只要科尼利亚过得幸福，自己这个恶毒女配不就能彻底洗白了吗？洛贝林觉得这事儿稳了，简直比吃个小蛋糕还简单。可就在这时，女仆突然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份邀请函，说是卡勒家族送来的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洛贝林心里咯噔一下。卡勒家族的宴会，那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洛贝林突然反应过来，卡勒家族的这场宴会可是原著里的名场面，科尼利亚和皇太子伊恩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面，甚至还私定了终身。女仆看他半天没说话，还以为他不想去，正打算写信回绝掉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拒绝。洛贝林一把抓过邀请函，大声宣布自己必须参加。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能阻止他们见面，就能彻底切断科尼利亚和那个渣男皇太子的孽缘。洛贝林本以为只要自己亲自出马，一切都能在掌控之中，可他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洛贝林一觉醒来，只觉得脑袋沉得像灌了铅，昨晚的记忆完全断片了。他明明记得自己把所有的计划都交给了好闺蜜科尼利亚，结果自己却在那儿借酒浇愁。等他看清周围的环境，整个人瞬间就傻眼了。这里是伯爵府的别馆没错，可自己身上怎么只剩件睡裙？更要命的是，腰酸背痛的感觉让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昨晚该不会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吧？洛贝林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，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。他本来还想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干脆就表现得成熟点，把这当成一个永远的秘密。可当他试着叫醒对方，看清那张脸的一瞬间，整个人彻底傻眼了。这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原著里那个把科尼利亚害惨了的渣男皇太子伊恩。洛贝林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算到自己竟然跟最该远离的人睡在了一起。这下别说洗白了，简直是直接跳进了火坑。伊恩迷迷糊糊地问：“是谁在那儿？”洛贝林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怎么偏偏是这个男人？自己竟然跟皇太子伊恩搞出了这种荒唐事。虽然记忆非常模糊，但看这满屋子的狼藉，傻子都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。这下真是彻底翻车了。伊恩揉着脑袋坐起来，问他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，还让他把事情解释清楚。洛贝林突然反应过来，听这口气，难道这个男人也断片了？既然伊恩什么都不记得，那现在就是溜之大吉的最好机会。洛贝林当机立断，抓起衣服就往窗边冲。这下轮到伊恩猛了，他完全搞不懂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，大清早的居然要去开窗户。眼看洛贝林就要跳窗，伊恩急得大喊，问他到底在发什么疯。洛贝林根本顾不上解释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必须在身份暴露之前彻底消失在他面前。洛贝林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，穿着这么笨重的长裙，竟然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。伊恩在后面彻底看傻了，他哪见过这种阵仗，甚至觉得这女人是在玩命。幸好这只是在1楼，洛贝林稳稳落地之后，连头都不敢回一下，撒丫子就开始狂奔。现在什么名声什么礼仪全都被他抛到了脑后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只要跑得够快，昨晚的荒唐事就当从来没发生过。伊恩忍不住感叹，刚才那一幕简直太疯狂。他低声问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看着
那个远去的背影。伊恩不但没生气，反而觉得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栅栏上挂着的碎布成了洛贝林留下的唯一线索，看来这笔账迟早是要算清楚的。就算闯了大祸，也没法直接要了他的命。伊恩冷冷地反问：“凭什么不行？那女人可是半夜摸进了寝室，万一要是刺客，后果根本没法想象。”布莱恩赶紧提醒：“那一晚，他可是实实在在待在皇太子身边。”伊恩猛地挥剑：“既然她是贵族小姐，那事情就更复杂了。”布莱恩一边招架一边纳闷：“你平时最讨厌这种舞会，这次干嘛非要跑去大闹一场？”伊恩停下动作：“我只是去查人的，谁能想到会出这种意外？”布莱恩怀疑这女人是皇后派来的，伊恩却摇了摇头：“真要是皇后的人，这会儿全城早就传疯了。不管她是谁，我都要亲手把她找出来。”布莱恩听得直挠头：“你连人家正脸都没瞧见，上哪儿找去？棕色头发，白色长裙，这满大街不全都是吗？”伊恩没有反驳，虽然线索确实不多，但那一晚发生的一切，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，怎么可能轻易认错人？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把那个女人找出来，弄清楚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布莱恩看他这么执着，干脆放出了狠话：“你要是再不收手，我就故意把这事儿闹大，让皇后也听听风声。谁都知道皇后的手段，只要抓到一点把柄，她绝对会借题发挥。到时候皇帝一发火，你这皇太子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。”伊恩听完反而笑了：“既然知道后果这么严重，那你更得帮我把这件事压下去，绝对不能让局面失控。”说着，他递过去一块碎布。布莱恩这下彻底懵了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块碎布竟然是从那女人裙子上撕下来的。布莱恩一下子想歪了，伊恩赶紧打断他：“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既然有了线索，找人的事就全交给你了。”布莱恩还没反应过来，伊恩接着说：“盯着我的人实在太多，这件事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。”这一声公爵大人叫出口，布莱恩就知道自己躲不掉了。看来这麻烦差事是不接也得接了。把碎布交给公爵后，伊恩也没闲着，他亲自跑遍了所有的宴会。可那个女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更烦人的是，他还得应付这些无聊的家庭聚餐。皇后卡米拉突然开口：“听说你最近经常出入各种派对，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，你最好还是收敛点。”伊恩还没来得及接话，皇帝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：“关于你的婚事，也是时候该定下来了。有没有哪家的千金是让你看上眼的？”这下麻烦了，伊恩心里只有那个消失的女人，可皇室的压力已经逼到了眼前。皇帝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他指着画像上的科妮利亚说：“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，家里的嫁妆更是没人能比，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皇太子妃人选。”他转头问伊恩觉得怎么样，结果伊恩坐在那儿半天没吭声，直到皇帝连着叫了好几声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，赶紧开口道歉。皇后卡米拉在一旁看出了端倪，笑着问他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人了。还没等伊恩回答，他就主动出来打圆场，说婚姻大事确实的慢慢考虑，表面上是在帮伊恩解围，实际上这位皇后已经开始布局了。不过他紧接着就提了一个要求，既然伊恩还没准备好，那他这个做皇后的就先去会会这位科妮利亚小姐。卡米拉主动把差事揽了过去，还说会好好盯着这件事。这话听着就让人后背发凉，显然他已经盯上这门婚事了。伊恩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皇后绝不希望看到他顺利订婚，因为他的位子坐得越稳，皇后的亲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就离皇位越远。为了躲开皇后的算计，娶个伯爵家的女儿确实是上策，可道理他都懂，脑子里却全是那个女人的影子。这样下去绝对不行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必须把那个女人找出来。另一边，科妮利亚正和洛贝林在花园散步，阳光正好，两个人的心情也格外舒畅。科妮利亚感慨，果然还是和好闺蜜在一起最开心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一晚的意外，这辈子简直就完美了。可偏偏那个错误成了洛贝林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。洛贝林收起心思，开口问科妮利亚：“布莱恩什么时候能到？”科妮利亚笑着回答：“应该马上就到了。”真是说曹操就到，布莱恩竟然真的出现了。他悄无声息地凑到洛贝林耳边，笑着问：“是不是在说他的坏话？”洛贝林显然没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一下被吓得不轻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个跟头。好在布莱恩反应够快，一把将他稳稳扶住。布莱恩赶紧开口道歉，说没想到会把他吓成这样。洛贝林还在嘴硬，非说只是自己没站稳。可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，洛贝林心里一阵恍惚，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就是那个布莱恩吗？在洛贝林眼里，布莱恩才是真正的男一号，不管是人品还是长相，都甩掉那个伊恩好几条街。尤其是他对科妮利亚的那份深情，简直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。如果不是知道他注定属于科妮利亚，谁能顶得住这种魅力？科妮利亚突然话锋一转，打听起皇太子的近况。布莱恩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那位殿下现在简直像着了魔，他非要不计代价找到那个女人，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，这事儿已经成了皇室最大的难题。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白裙子和棕头发。洛贝林还在心存侥幸，觉得皇太子那记性肯定又是记错了。可布莱恩接下来的话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，他手里竟然攥着证据，那是从裙子上撕下来的一块碎布。洛贝林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这东西怎么会落到他手里？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解释，布莱恩已经拿着布料去问科妮利亚了。科妮利亚仔细一瞧，这料子确实眼熟，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洛贝林：“这不就是你那天穿的裙子吗？”这下洛贝林整个人都傻了。布莱恩也起了疑心，这东西真的是从洛贝林身上掉下来的。洛贝林吓得连连否认，说自己压根没见过这种料子。
科尼利亚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说自己一直陪着洛贝林，绝对不会有错。洛贝林这下总算松了口气，直呼科尼利亚是救命恩人。可布莱恩看着这两人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科尼利亚回忆着，贝勒在酒会上左右逢源，面对各种敬酒，他应付的滴水不漏。洛贝林直接出手，替科尼利亚挡下了所有的酒。科尼利亚拉着洛贝林的手，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。洛贝林早就想好了，只要一直给布莱恩虚假的希望，那个叫伊恩的男人迟早会彻底死心。洛贝林想得太美了，以为明天放假就能约上布莱恩去逛甜品店。布莱恩心里早就凉了大半截，这哪是放假，他不仅要处理堆成山的公文，还得随时待命，等着被皇太子叫过去挨骂。最麻烦的是，他还要去追踪那个神秘女人，这连轴转的节奏，哪还有心思吃什么甜点？看着他这副惨样，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这日子过得真是比仆人还累。这上司简直不是人，任务多到根本数不清。布莱恩就算不睡觉，也根本干不完。洛贝林还不死心，追着问他下次休息是什么时候。结果布莱恩一开口，那天也要加班。洛贝林又试着问了后天，得到的回答还是一样。看来这打工人的命是彻底被老板拿捏了，最后只能认栽。约会计划彻底泡汤，看来明天还是只能跟科尼利亚两个人过了。洛贝林现在有点坐不住了，必须赶在伊恩过来捣乱之前，让布莱恩和科尼利亚的关系再进一步。照现在这个慢吞吞的进度，这两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？在原本的故事里，科尼利亚一直不敢迈出那一步，他总觉得维持现状挺好，生怕一旦说破，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。洛贝林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不发生点什么突发状况，想让他们互相敞开心扉，这事儿基本没戏。就在这时，科尼利亚的身影出现了。洛贝林打定主意，今天要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科尼利亚身上，美其名曰是科尼利亚研究。可他刚准备开口打招呼，局面瞬间失控，一辆马车像疯了一样直冲冲的撞了过来。更诡异的是，车上竟然没有车夫，眼看科尼利亚就要躲不开了，洛贝林根本来不及多想，他扯开嗓子大喊一声，让科尼利亚快躲开，紧接着整个人直接扑了过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硬生生把科尼利亚推到了路边。科尼利亚总算是捡回一条命，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整个人都彻底懵了。看到科尼利亚总算安全了，洛贝林悬着的心刚落地，只要人救下来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可他光顾着救人，却忘了自己还在马蹄下面，这下轮到他没处躲了。看着头顶落下的巨大阴影，洛贝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难道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吗？眼看马蹄就要踩下来，这回是真的死定了。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预想中的冲击并没有发生，疯马竟然被人硬生生拦下了。洛贝林瘫坐在地上，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回过神，面前就出现了一个男人。男人低声问了一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洛贝林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会是他？皇太子伊恩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就在马车失控之前，有人匿名举报了一件事，在繁华的商业街竟然出现了传说中的毒草。布莱恩看出了伊恩的疲惫，特意找了个借口，想带他出来散散心。伊恩虽然到了县，可看着窗外生机勃勃的春色，他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每到这个季节，他都会想起一件最扎心的往事，母亲的忌日就要到了。可讽刺的是，当年的这个日子，那个男人根本不在乎，他只顾着和新欢讨论婚礼，讨论要换多少件漂亮的新衣服，完全忘了还有一个孩子正守在墓碑前。当时还小的伊恩手里死死攥着白花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母亲才刚走，那个男人怎么能这么冷血？可身边的人只是告诉他，这就是皇室的规矩，身份越高就越没资格谈感情。马车已经快到商业街了，伊恩回过神，看着窗外热闹的景象，他一眼就看到了洛贝林。此时的他正处在危险边缘，伊恩根本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推开车门就要往下跳。旁边的布莱恩急得大喊：“殿下，太危险了！”马车还没停稳，可伊恩哪里听得进去？他只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。”接着整个人就冲了出去。这种时候，除了救人，他脑子里已经没有别的念头了。他赶在最后一刻把人护在怀里，问对方清醒点没有。洛贝林虽然到了县，可心里却在犯嘀咕：怎么偏偏是这个冤家救了自己？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脱身，伊恩突然开口，让他等一下。伊恩这一下直接把话给挑明了，他笑着问洛贝林：“你其实早就认出我了，对吧？”洛贝林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难道说他真的把一切都看穿了？洛贝林彻底慌了，这要是被当场抓包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传来了布莱恩的喊声，这下全露馅了。伊恩皇太子的身份正式公开，周围的人全吓得跪了一地。他倒是表现得很冷静，让大家伙儿都起来，还一副体恤下属的样子。科尼利亚赶紧冲过去抱住洛贝林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可布莱恩这下彻底懵了，他看着眼前这两个女人，赶紧过来确认情况，看他们有没有受伤。布莱恩直接出面担保，说这两位都是他的朋友。科尼利亚对着皇太子行礼，感谢他出手相助。伊恩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洛贝林，问他到底又是谁。洛贝林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，自称是迪内斯家的洛贝林，还客客气气的向伊恩道谢。可伊恩只是反复念着这个名字，那眼神就像要把他看穿一样。这下洛贝林是真的坐立难安了。布莱恩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想借口送洛贝林回家，顺便让伊恩去陪科尼利亚。谁知道伊恩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一句话就把布莱恩给堵了回去，让他留下来处理公务，根本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。布莱恩当场就傻眼了，完全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套路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局面失控。
伊恩转过头，笑眯眯地盯着洛贝林，说要亲自送这位小姐回去。这话一出来，洛贝林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哪是护送啊，这分明是羊入虎口，这下他是真的跑不掉了。伊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客客气气地叫她迪内斯小姐，这架势摆明了是不容拒绝。洛贝林只能硬着头皮上车，虽然一路上伊恩没怎么说话，但那审视的目光简直让他如坐针毡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地方，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还没等对方开口，他就急匆匆的想要告辞，这下能不能溜之大吉，就看这一回了。就在洛贝林以为能脱身的时候，伊恩突然开口要请他喝杯茶，洛贝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还没等他想好怎么拒绝，伊恩直接就开始了道德绑架。他说既然是救命恩人，喝杯茶总不过分吧，甚至还质疑起迪内斯家的家教来了。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，洛贝林是彻底没招了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叹气。皇太子居然还在等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洛贝林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刚才故意躲起来换衣服，又是挑首饰又是弄头发，本以为拖了这么久，对方早就该没耐心走人了。结果呢，伊恩居然放话说无论多久他都愿意等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躲是躲不过去了。洛贝林只能硬着头皮往客厅走。门一推开，洛贝林赶紧上前道歉，毕竟让人家皇太子等了这么久，换谁心里都得打鼓。可伊恩压根没生气，反而盯着墙上的一幅画，说自己发现了个有趣的东西。洛贝林凑过去一看，整个人差点当场裂开。那画上不是别人，正是洛贝林一家三口。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应对，伊恩竟然直接开口问能不能把这幅画送给他。这下洛贝林彻底慌了，这画要是被带回去仔细研究，他的身份怕是分分钟就要穿帮。洛贝林还想挣扎一下，说家里还有更好的名画可以送他，结果伊恩根本不吃这一套，非要带走这一幅不可。这人到底在想什么？非要拿别人的全家福干吗？洛贝林只能先忍了，打算回头再找机会把画要回来。茶点刚摆好，伊恩就打算开门见山了。洛贝林心里直打鼓，以为他要追究那天晚上的事，谁知道伊恩一开口问的竟然是科妮利亚有没有什么仇家。仇家这个词一出来，洛贝林完全没反应过来，这话题转的也太离谱了。伊恩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脊背发凉。他说那场马车意外根本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有人专门针对科妮利亚布下的死局。洛贝林这下彻底懵了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这原本应该是原著中男女主感情升温的浪漫桥段，可现在剧情完全乱套了。他明明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科妮利亚会陷入这种危险？他忍不住追问，到底谁才是幕后黑手？或者说，伊恩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名单？伊恩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盯着他的眼睛反问：“你真的想知道吗？”这一句话直接把人的胃口吊到了嗓子眼。洛贝林赶紧表忠心，说科妮利亚可是他最要好的朋友，为了朋友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伊恩听完笑了笑，说：“既然你这么诚心，那只要你老实回答一个问题，我就把真相告诉你。”洛贝林还没意识到，伊恩已经给他挖好了坑，正等着他往里跳呢。伊恩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平淡却字字千金。他说，在伯爵岭的那晚，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女人，其实就是你吧？这一击之球打得洛贝林措手不及。洛贝林还在垂死挣扎，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，甚至想用茶凉了这种烂借口，赶紧溜之大吉。可伊恩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这种拙劣的小把戏在他面前根本没用。还没等他站起身，伊恩就直接压了过来，语气里全是压迫感。他问洛贝林是不是又打算逃跑了？既然已经被抓了个现行，不如干脆点承认算乐。这下洛贝林是真的没退路了，面对这种步步紧逼，他还能怎么编下去？伊恩直接俯下身子，把洛贝林死死困在座位上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那个人就是你跟我睡完之后就直接跑路的女人。”洛贝林这下彻底懵了，还在那拼命狡辩，说他肯定是认错人了。结果伊恩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既然想装傻，那接下来的账怕是要换个方式算乐。谁能想到伊恩二话不说，竟然直接开始解扣子了。这下洛贝林彻底慌了，问他到底在发什么疯。结果这男人一脸淡定，说自己只是在帮忙，既然你把那天晚上的事全忘了，那我们就现场重演一遍，帮你好好找回记忆。这话一出，洛贝林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这种事是能随便重演的吗？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。伊恩直接捏住他的下巴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不甘心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忘了，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伊恩步步紧逼，语气里全是委屈，凭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能像没事人一样走掉？他越靠越近，问他到底想起来没有。眼看气氛到了这儿，马上就要出事了，结果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布莱恩竟然到了。洛贝林这下彻底慌了，现在这副样子，要是被布莱恩撞个正着，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偏偏伊恩还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抱怨自己从没被女人这么对待过，这局面真是越来越乱了。说到底，布莱恩可是原著里被抛弃的男主，他不仅会到处挑拨离间，最后还会落个被踢出局的下场。虽然现在的剧情还没走到那一步，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洛贝林急得团团转，催着伊恩赶紧把衣服穿好，结果越帮越忙，两人直接撞在了一起。就在这最尴尬的节骨眼上，大门被猛地推开，布莱恩直接闯了进来，看着屋里衣衫不整的两人，布莱恩当场石化。伊恩正把洛贝林压在身下，衣服还乱糟糟的，这画面任谁看了都要误会。布莱恩的声音冷到了极点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洛贝林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跳起来摆手解释。他说这全是误会，是因为殿下刚才洒了茶，准备换衣服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头晕才倒下的。
这种离谱的理由，他自己说出来都心虚，就看布莱恩到底会不会信了。洛贝林拼命圆谎，没想到伊恩竟然真的顺杆爬。他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，说确实是马车事故的后遗症，刚才头晕的厉害。布莱恩一脸狐疑，这理由听着就离谱，但看着洛贝林那副求饶的样子，他最后还是松了口，勉强算他过关。不过这谎可不是白撒的，布莱恩立刻要叫医生过来，还要让伊恩赶紧去休息。这下好了，伊恩想继续调情也没戏了，直接被布莱恩给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布莱恩这招简直绝了，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洛贝林，其实就是要把伊恩强行赶走。伊恩虽然嘴上说着告辞，可这哪是回宫啊，简直就像是被押送的犯人。洛贝林尴尬的挥挥手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，这一天的闹剧总该到此为止了吧。马车缓缓驶离，车厢里的气氛却降到了冰点。伊恩看着对面的布莱恩，冷不丁来了一句：“真没想到布莱恩竟然能为了他做到这一步。”布莱恩主动提出要保守秘密，今天发生的一切他都可以当作没看见。他本想把这件事压下去，好保护洛贝林的名声，谁知道伊恩根本不领情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没那个必要。”伊恩接下来的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自己已经确定了，洛贝林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这下轮到布莱恩傻眼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保护的人，竟然早就被皇太子盯上了。布莱恩还是死不承认，觉得伊恩肯定是搞错了，毕竟洛贝林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身份的人。可伊恩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说自己一点都不急，反正人就在那，真相迟早会从他嘴里说出来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查查那个马车夫，看看那场事故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。布莱恩只能低头领命，可谁能想到，仅仅过了几天，外面的世界就彻底变天了。一份报纸被狠狠甩在桌上，报纸上的头条简直要把天给捅破了。马车夫的悬赏另一出，全城的人都在议论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。卡米拉皇后这下彻底火了，她冷冷地盯着眼前的伯爵，语气里全是责备，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你竟然都处理不干净。威格姆伯爵低着头，心里却憋屈到了极点，说得倒轻巧，真要是那么容易解决，局面也不会失控成这样了。卡米拉皇后这下是真的急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场本该天衣无缝的意外，竟然把皇太子伊恩也卷了进来。以那个人的性格，绝对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个底朝天。就在威格姆伯爵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小皇子马克西米利安推门而入，刚才还满脸杀气的皇后瞬间换了一副面孔，亲昵的把儿子搂进怀里。可当他随口问起今天的功课时，马克西米利安却抱怨说，今天的政治课实在太无聊了，他跑去练了小提琴。听到这话，皇后突然停顿了一下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。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，在他眼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马克西米利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母亲一把抓住了肩膀，他大声质问儿子，难道忘了为什么要学那些枯燥的知识吗？在这个皇宫里，根本没有什么母慈子孝，所有的努力都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为了能活下去。他死死盯着儿子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提醒他，如果不变得强大，迟早会被那个死对头伊恩给彻底吞掉。卡米拉直接爆发了，在你这个年纪，伊恩早就把功课做完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思玩乐器。马克西米利安小声辩解，他只是想学点政治以外的东西，但这在母亲眼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卡米拉语气冰冷地提醒，皇帝已经老了，等伊恩大婚坐稳皇位，这天下就再也没我们的容身之地。记住，他所有的善良都是装出来的，他恨我们入骨，一旦他掌握大权，我们母子俩一个都活不了。卡米拉的话越说越狠，他直接把生死摆在台面上，问儿子想不想活命，更问他想不想看着亲妈去死。这种极端的心理暗示，让年幼的马克西米利安根本无力招架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彻底服从。伴随着一声闷响，他最心爱的小提琴被丢在一旁，他终于低下了头，承诺以后再也不碰这些没用的东西。听到满意的回答，卡米拉终于露出了笑容，她紧紧抱住儿子说爱他。马克西米利安只能机械地重复说他也爱母亲，但这哪里是亲情，分明是彻底的掌控。这种窒息的关系压得人根本喘不过气。科尼利亚正拉着洛贝林的手不停道谢，他说要不是洛贝林出手相救，他这条命恐怕就没了。洛贝林倒是表现得很豁达，觉得只要人平安就好，更何况科尼利亚家里还送来了一大堆谢礼。科尼利亚听完总算松了口气，但他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，似乎还有别的话卡在嗓子眼里没说出来。科尼利亚这一脸八卦的样子，显然是想打听洛贝林和皇太子的进展，毕竟那天英雄救美，还亲自把他送回家，这剧情简直比小说还浪漫。洛贝林却觉得莫名其妙，搞不懂科尼利亚在兴奋什么。科尼利亚倒是说的真心实意，只要洛贝林能找到真爱，他比谁都开心。洛贝林反倒更担心科尼利亚的处境，让他先顾好自己。那个针对科尼利亚的幕后黑手，到现在还没露头。洛贝林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，其实心里已经拉响了警报。他看得很透彻，现在对科尼利亚威胁最大的根本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皇太子伊恩。一想到科尼利亚之前受的那些委屈，洛贝林就没办法保持冷静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一脸严肃地警告科尼利亚，千万别被伊恩的外表给骗了。在洛贝林看来，这位皇太子不仅心胸狭窄，还是全帝国最差劲的结婚对象。谁要是嫁给他，那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。洛贝林正骂得起劲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站着个人。伊恩冷不丁地接了一句，说能得到这种评价，还真是他的荣幸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背后说人坏话被当场抓包。洛贝林刚才骂得有多狠，现在就有多尴尬。伊恩倒是挺大度，笑着说这评价
比他预想的还要高。可妮利亚反应最快，赶紧拉着洛贝林准备行李，结果被伊恩拦住了。他说今天只是微服私访，不想像上次那样引起骚乱。洛贝林表面上唯唯诺诺，心里早就炸开了锅，搞不懂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，刚才的话又听进去了多少。伊恩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们，直接追问刚才在聊他什么。洛贝林脑子转得飞快，赶紧编了个瞎话，说他们其实是在讨论小说。可妮利亚也赶紧在一旁打圆场，说是市井里流传的匿名故事。可妮利亚这演技也是没谁了，一边编瞎话一边疯狂使眼色，非说把皇室写成反派不合适。洛贝林在旁边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这谎话编得也太离谱了。伊恩表面上没戳穿，心里却看得明明白白。他发现这两人总是互相打掩护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先把他们分开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位皇太子居然不按常理出牌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把洛贝林横抱起来，还礼貌地问科妮利亚能不能借用一下。科妮利亚这反应也是绝了，刚才还姐妹情深，一听皇太子要带人走，立马笑着点头答应。这队友卖的简直不要太快，洛贝林这下彻底绝望了，被伊恩强行带走不说，还得眼睁睁看着好闺蜜把自己送进火坑。看着伊恩强行带走洛贝林，科妮利亚整个人都兴奋坏了，她还以为自己撞见了什么了不得的恋爱名场面。在科妮利亚的脑补里，洛贝林之前肯定是在害羞撒谎，这位皇太子殿下绝对是终于开窍了，打算来一场霸总式的告白。可事实哪有那么浪漫？洛贝林现在只想找个人救命。等两人坐到餐厅里，气氛简直降到了冰点。伊恩一脸阴沉的放下狠话，要是洛贝林这次再敢逃跑，他绝对会亲手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。洛贝林虽然心里发虚，嘴上还是不肯服软，非说自己从来没躲过他，还质问伊恩大费周章把他带到这来干嘛。结果伊恩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洛贝林，带他来这就是为了彻底做个了断。洛贝林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，这男人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伊恩突然一脸严肃地叫出他的全名，接着竟然提了个离谱的要求，让他当面骂他是个混蛋。这话一出，洛贝林整个人都凌乱了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位皇太子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。伊恩显然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语气瞬间冷了下来，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开玩笑。看来伊恩是认真的，他还没忘记当初被指着鼻子骂的账。洛贝林心里虽然发虚，但嘴上还是硬得很，非说这种事根本没证据，不能随便赖在他头上。结果伊恩只说了2个字：背影。原来从事故发生那天起，他就已经盯上他了。他非常确定洛贝林就是那个逃走的女人。洛贝林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他一口咬定是伊恩认错了人，非说那天宴会一结束，自己就早早回家了，甚至还提出可以拿当天的裙子来对质。可伊恩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随口问了一句：那天晚上是谁送他回家的？洛贝林为了把谎圆上，想都没想就说是一个人走的。结果这下彻底掉进了陷阱。伊恩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他阴阳怪气的嘲讽道：看来洛贝林小姐在男人堆里并不受欢迎，毕竟那天晚上的名媛们可全都是有舞伴陪着的。洛贝林背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这谎话编的确实有点离谱。就在气氛尴尬到极点的时候，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了。这位普雷斯汀小姐的到来，让原本就紧张的局面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了。洛贝林心里咯噔一下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眼前这个女人叫普雷斯汀，平时就看洛贝林不顺眼，恨不得找个机会把她生吞活剥了。洛贝林在心里拼命默念，千万别看见我，赶紧直接走过去。结果对方不仅停下了，还一脸假笑的凑了过来。洛贝林根本不想搭理他，只想赶紧找个借口打发他走，说自己现在正忙着呢。可普雷斯汀哪肯放过这个机会，他盯着洛贝林的裙子，一脸嫌弃的开启了嘲讽模式，说这种过时又寒酸的破衣服居然也敢穿出来见人。洛贝林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这女人找茬也找得太明显了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伊恩终于开口了，他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什么？在原本的故事里，普雷斯汀就是个典型的恶毒女配，看谁都不顺眼，尤其是洛贝林。不过她也挺会看人下菜碟，科妮利亚她根本不敢招惹，所以就把所有的恶意全撒在了洛贝林身上，从头到脚挑了一遍刺。明明是在故意欺负人，他还能厚着脸皮说自己只是实话实说，这副嘴脸真是让人看够了。洛贝林指着旁边的伊恩介绍说，这位是远道而来的伯爵，是来谈大生意的。普雷斯汀还不忘吹嘘，说家里刚拿下了木材经销权。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，洛贝林心里直犯嘀咕。结果这女人越说越离谱，居然说伯爵为了庆祝，一口气给他订了3套高级礼服。洛贝林听完只想冷笑，这牛皮吹的连旁边的伊恩都沉默了。洛贝林现在只想让这个女人赶紧从眼前消失，没想到伊恩居然直接开口了，他语气里全是嫌弃，既然是你爸买的裙子，就该回家谢你爸去，在这儿显摆什么？普雷斯汀这下彻底懵了，指着伊恩半天说不出话，只能憋出一句：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伊恩冷笑一声，在公共场合大声撒泼，难道就是你家的礼仪？这几句话一出，场面瞬间反转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普雷斯汀这下彻底下不来台了。伊恩这招以牙还牙真是绝了，他故意装作不认识，问这位什么小姐到底是谁。普雷斯汀气得直跳脚，大喊自己是普雷斯顿小姐，还让伊恩放尊重一点。结果伊恩冷笑一声，直接把话顶了回去，既然你先没礼貌的叫别人，那我也只能这么称呼你了。看着伊恩步步紧逼，还要跟他好好谈谈礼仪，普雷斯汀这下彻底慌了，刚才那股嚣张竟然全没了，他自知理亏，只能灰溜溜的转身就跑。临走前
还不忘放句狠话，说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过看他这副狼狈样，谁都知道这场较量他输得有多惨。麻烦金总算走了。伊恩一脸嫌弃，吐槽这女人脾气真臭，简直让人头大。洛贝林虽然觉得挺解气，但心里还是犯嘀咕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伊恩的身份暴露，麻烦就大了。他忍不住问伊恩，为什么要跟那种人计较？伊恩倒是一脸理所当然，既然对方满嘴胡说，凭什么不对回去？洛贝林叹了口气，说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结果伊恩直接气笑了，他看着洛贝林说，真新鲜，你对我的时候话可一点都不少。这下轮到洛贝林没话说了，看来这和平主义也是分人的。伊恩放下茶杯，冷不丁提到了那家加农店，洛贝林赶紧纠正，人家那叫达芙妮。伊恩倒是一脸不在乎，管他叫什么，这店真有这么厉害吗？洛贝林叹了口气，何止是厉害，现在的预约都排到明年了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说这跟自己也没啥关系。其实他没说实话，以前看着科尼利亚穿着那家的裙子，心里确实不是滋味，毕竟那种天价裙子他根本想都不敢想。伊恩一眼就看穿了他，直接问了一句，既然没关系，那你现在提他干嘛？这下洛贝林尴尬了，有些心思真是藏都藏不住。伊恩总算说了实话，他之所以对那家店好奇，全是因为那个红发女人在他耳边吹得天花乱坠。洛贝林听完愣了一下，忍不住纠正他，说那位普雷斯汀小姐头发明明是绿色的。伊恩一脸无所谓的站起身，管他是红是绿，反正跟他没关系，既然话都说清楚了，也是时候该回去了。洛贝林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暗自庆幸，虽然普雷斯汀出现的时机很糟，但好在那些流言蜚语总算变成了单纯的好奇心，这对自己来说反倒是个好消息。可谁能想到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个最该出现的人皇太子伊恩竟然连个影子都没露。洛贝林站在阳台上，刚想感叹这日子总算清静了，要是每天都能这么安稳，那该有多好。结果这 flag 刚立起来，女仆就火急火燎地推门冲了进来，大喊着让他赶紧去客厅一趟。看着女仆那副坐立难安的样子，洛贝林心里也开始打鼓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，非要让他亲自去看。等他急匆匆赶到客厅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这满屋子的景象到底是在唱哪一出？满屋子全是华丽的礼服，连那个传说中的顶级设计师竟然都亲自找上门了。乔纳森笑着打招呼，说能为小姐效劳是他的荣幸，还说有人一口气订了6套，甚至不惜花重金插队。洛贝林听得一头雾水，自己什么时候订过这些衣服？直到设计师递过来一张卡片，说是送给他的特别惊喜。拆开信的那一刻，洛贝林彻底没话说了。闹了半天，原来背后的罪魁祸首竟然是那个男人。伊恩在信中语气傲慢，要求洛贝林感恩戴德的穿上他送的衣服。洛贝林气得直接把信撕了，大骂伊恩是傲慢的混蛋。虽然衣服档次很高，但洛贝林对他给普雷斯汀起的外号绿头怪感到无语，因为普雷斯汀的头发本来就是绿色的。洛贝林埋在衣服堆里，怀疑人生。他觉得那个男人的真面目，这辈子只有自己才知道。布莱恩推门而入，送来了伊恩要的秘密文件。布莱恩有些纳闷地问：殿下怎么突然查起木材合同了？伊恩接过文件，他倒要看看那个普雷斯汀的家族到底藏着什么猫腻。布莱恩还是没明白为什么伊恩突然对他感兴趣，毕竟这个家族以前跟皇室可没什么交情。但伊恩心里清楚，皇后的势力恐怕早就渗透进去了。以前为了大局，伊恩一直避免跟皇后正面硬刚，可现在因为那个叫维格雷尔的亲戚，他已经打算彻底撕破脸了。更何况那个女人竟然敢在京城用假身份，这下伊恩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了。伊恩翻看着手里的记录，发现这里面的猫腻可真不少，显然是有人在中间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伊恩冷笑一声，既然证据确凿，那就直接动手吧。布莱恩顺口提了一句，可惜了那家叫达芙妮的服装店，普雷斯汀小姐的订单一取消，他们的损失可不小。伊恩装作不在意的接话，那个叫大炮的店吗？既然那么火，空出来的名额很快就会被填满。布莱恩一脸无奈的纠正，是达芙妮。真没想到伊恩竟然会关注这种小店。伊恩笑了笑没说话，他当然知道那家店，毕竟他可是一直在盯着那个女人呢。布莱恩翻着手里的资料，随口感叹了一句，说实话，像这么成功的男设计师，圈子里还真是挺少见的。伊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问他在说什么。布莱恩接着解释，就是那家达芙妮服装店的设计师啊。这话一出，伊恩整个人都傻了，那个设计师竟然是个男人。那个神秘的设计师不仅是个男的，而且听说长得帅，举手投足还特别有魅力。伊恩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？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哪里是做衣服，这分明是来抢人的吧？看着伊恩那副要吃人的样子，旁边的布莱恩都懵了，这反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伊恩这下是真的被气笑了。既然对方想在生意上较劲，那他也没必要再客气。他推了推眼镜，眼神里全是算计。既然普雷斯汀这么有斗志，那就干脆让他输个彻底，连翻身的机会都不给。看着自家殿下这副疯狂的样子，布莱恩的冷汗都下来了。这哪里是谈生意，这分明是要去拆家呀！布莱恩本来只是想查点线索，结果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，这竟然是洛贝林的画像，而且还是那种全家福。这种私密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皇太子的房间里？布莱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完全解释不通啊！难不成伊恩那个冷血的家伙竟然真的对洛贝林动了真心？洛贝林现在整个人都要崩溃了，这种日子他真的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
天天对着那些蕾丝缎带和布料，耳朵里全是设计师的唠叨，这个要加厚，那个要加花边，听得他头都要炸了。去他的进度，去他的礼服，今天谁来也不好使，他现在就要罢工。他直接冲出大门上了马车，管他最后做成什么样，反正现在他只想离这些破布越远越好。这种彻底摆烂的感觉，竟然该死的甜美。洛贝林心里很清楚，今天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因为按照原本的剧情，这条街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火海。这场大火不仅会毁掉这里，还会让整个帝国的财政彻底崩盘。为了填补这个大窟窿，老皇帝竟然盯上了科妮利亚的嫁妆。他逼着伊恩赶紧订婚，说白了就是为了那点救命钱。结果伊恩把所有的怨气全都撒在了无辜的科妮利亚身上。这种被金钱绑架的婚姻，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悲剧。既然洛贝林已经知道了剧本，就绝对不能让历史重演。真正的改变必须从现在就开始。既然知道这里以后会起火，那就先来现场踩个点，看看能不能提前把隐患给掐了。就在他四处观察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闯进了他的视线。等等，那个人怎么越看越眼熟？这不就是刚才那个马夫吗？一个本该赶车的人，鬼鬼祟祟地出现在火灾愈发地，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洛贝林突然想起伊恩曾经提醒过，那场马车事故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有人专门针对科妮利亚的阴谋。看来这个马夫就是解开谜团的关键，这种线索绝对不能放过。洛贝林立刻跟了上去。等等，这里不是第6区吗？那个传闻中最混乱也最危险的地方，看来真相就藏在这片阴影里。这地方阴森森的，让人心里直发毛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可要是跟丢了那个马夫，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还没等洛贝林想清楚，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突然从暗处冲出来，死死拽住了他。女人嘴里神神叨叨的喊着：“带过来了吗？那个东西到底在哪？”坏了，这疯女人明显是认错人了。那个女人疯了一样大喊：“别在这儿装傻了，快把东西给我！没有他，我真的会死的！”洛贝林拼命想要挣脱，可对方的力气大得离谱，就像铁钳一样，死死扣住他的胳膊，根本就甩不掉。这下真的麻烦了，在这种鬼地方被疯子缠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刻，阴影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，看着打扮恐怕来头不小。神秘人随手扔出一个钱袋：“你要的东西在这儿。”那个疯女人像饿虎扑食一样，一把抓过去，狂笑不止。趁着洛贝林分心，神秘人猛地拽住他，低声命令他跟着走。这动作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还没走远，身后就传来疯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：“你个骗子，我要杀了你！”洛贝林心里暗叫不好，果然还是出事了。虽然甩掉了那个疯子，可眼前这个带走他的男人，恐怕才是真正的狠角色。谢谢你，你刚才救了。洛贝林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对方的一声轻笑打断了。这已经是第2次了，我救你的命。男人缓缓摘下兜帽，露出的竟然是皇太子伊恩的脸。洛贝林这下彻底懵了。殿下，您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伊恩反倒先开了口，这话该我问你才对。你不在第4大道好好待着，跑来这种鬼地方干什么？洛贝林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怎么知道我在第4大道？难道说他一直在跟踪我吗？面对质疑，伊恩开始一本正经的找借口。他说自己是来调查毒草交易的，刚好顺手救了他，还反问难道他看起来很闲吗？洛贝林表面上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很清楚，这家伙绝对是从第4大道一路跟过来的。不过比起跟踪，那个毒草显然更让人在意。伊恩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居然没听说过吗？那种东西叫费林的恶魔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只要沾上一点，虽然能让人瞬间体验到极致的快感，但代价却是身体从内部开始彻底枯竭。这种毒根本莫药可救，一旦上瘾就再也逃不掉，是彻头彻尾的魔鬼之毒。”洛贝林忍不住问：“既然这么危险，殿下为什么要亲自动手，而不是交给警卫队去查？”伊恩的回答很直接：“我不信任他们，警卫队长很可能是皇后的人。”这话一出，洛贝林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不信任皇后，这皇室内部的水看来比想象中还要深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伊恩却突然凑到了他面前，那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伊恩低声说：“我有我的理由。”洛贝林虽然还有疑问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既然他不想说，那就不问了。可还没等他松口气，伊恩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得先躲起来。话音刚落，他一把将洛贝林拽进怀里，动作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，但伊恩的眼神却死死盯着巷子外，看来真正的麻烦已经追上来了。伊恩示意他别出声，两人屏住呼吸，死死躲在木箱后面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，几个搬运工正一边走一边嘀咕，听那语气，显然是在商量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其中一个人压低声音说：“我跟你保证，费林的恶魔真的就在里面。”洛贝林心里猛地一沉，那种致命的毒草居然就藏在眼前的仓库里，看来他们这次是歪打正着，直接撞进贼窝了。两个守卫倒是不难对付，就怕暗处还藏着人。伊恩现在根本没法放开手脚，万一洛贝林受点伤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他把人安顿在暗处，低声叮嘱他藏好。外面的守卫还在疑神疑鬼，总觉得附近有动静，看来最近风声确实紧，连这种小买卖都得层层加码。洛贝林小声提醒，这帮人居然在倒卖违禁品。伊恩示意他先别说话，这地方比传闻中还要乱。就在这时，对方突然压低了声音，开始打听供应商的底细。伊恩知道
真正的关键信息来了，只要顺着这条线，肯定能抓到后面的大鱼。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。洛贝林这一下扑得太猛，直接把伊恩按在了地上。看着近在咫尺的脸，伊恩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笑着调侃了一句，说这场面确实有点太刺激了。洛贝林这才反应过来，两人的姿势到底有多暧昧。他赶紧大声解释，说自己刚才只是太投入了，根本没注意到这些细节。可这种解释现在听起来多少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伊恩紧紧护住洛贝林，示意他千万别出声。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这要是被撞个正着，麻烦可就大了。守卫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往这边搜，他觉得可能只是几只老鼠。就在这时，守卫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盯着眼前的柜子，语气变得有些奇怪，说这东西看起来不太对劲。同伴还在后面催他看仔细点。伊恩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低声询问洛贝林有没有受伤。洛贝林摇了摇头，虽然刚才确实吓得够呛，但现在更让他在意的是两人这挤在一起的尴尬姿势。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那个设计师绝对是故意的，居然找机会把他直接推到了伊恩怀里。等这次脱了身，一定要找那家伙好好算账。外面的守卫终于走远了，洛贝林急着想从柜子里钻出来，伊恩刚想提醒他别乱动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，洛贝林忍不住叫出了声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刚才那声脆响之后，两人直接撞在了一起，这姿势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洛贝林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伊恩倒是一脸无奈，说早就提醒过别乱动，结果还是摔了个满怀。他本想伸手扶稳对方，没成想这手放的位置让局面变得更说不清楚了。洛贝林现在根本听不进解释，只觉得对方是在占便宜。两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吵得像两个没长大的孩子，谁也不肯退让半步。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，再这么待下去，谁的面子都挂不住。两人心照不宣的决定赶紧撤，这地方真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总算是捡回一条命。洛贝林长舒了一口气，刚才那场面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。两人并肩走在街头，气氛总算缓和了一些。伊恩看了看天色，不由分说的要送他回家。洛贝林本想自己坐车走，可对方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，说他这副乔装打扮的样子，一个人走实在太扎眼。看着伊恩头也不回的走向马车，洛贝林只能乖乖跟在后面。他在心里暗暗吐槽，这皇太子的脾气真是够霸道的，简直就是滥用职权。不过坐上车后，洛贝林的情绪转得飞快，他神秘兮兮地告诉伊恩，虽然刚才险象环生，但这一趟绝对没白忙活。伊恩正好其他能有什么发现，只见洛贝林笑着拿出一封信，这可是关键的证据。伊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完全没发现洛贝林什么时候竟然学会了顺手牵羊，把那封关键的信给弄到了手。洛贝林倒是一脸淡定，说这只是随手捡回来的情报。伊恩这下可坐不住了，一把夺过信件，还拿淑女身份当借口。洛贝林忍不住吐槽，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客气，现在倒是想起我是个大小姐了。玩笑归玩笑，伊恩的神色变得异常凝重，他严厉警告洛贝林，接下来的事绝对不能再插手，他要一个人把这烂摊子解决掉。洛贝林嘴上答应的痛快，可心里却另有打算。他突然提到了科尼利亚，这让伊恩一下子警觉起来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扯上别人。其实洛贝林心里很不安，最近发生的危险实在太多了，而且伊恩之前说过的那些话，总让他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这背后恐怕还藏着更大的秘密。这事儿难道真跟皇后有关？洛贝林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位传闻中慈爱出名的皇后，甚至连继子伊恩都能视如己出，怎么会卷进这种阴谋里？伊恩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，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不耐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竟然还有心思去担心别人。他提醒洛贝林，刚才真正身处险境的是他自己，与其操心那些有的没的，不如先顾好自己的安全，尤其是别再把科尼利亚小姐扯进来。洛贝林却不肯退让，对他来说那是他最真实的朋友。伊恩听完冷哼一声，反问，难道已经把对方当成家人了？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对劲。那是肯定的，洛贝林从小就暗暗发誓，不管对方是谁，只要敢动科尼利亚一根汗毛，他这辈子都绝不原谅。那时候的科尼利亚总是像光一样照进他的生活，伸出手拉他一把，这份情谊洛贝林一直刻在骨子里。洛贝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态度，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让科尼利亚受半点委屈。伊恩坐在对面静静地听着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能为了朋友做到这种不要命的地步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看着洛贝林这副认真的模样，伊恩竟然觉得这种眼神一点也不讨人嫌，反而让他有些移不开眼了。马车总算到了地方，洛贝林正打算下车回家，随口说了句告辞，觉得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可伊恩这会儿明显不对劲，他盯着洛贝林离开的背影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忍不住追了出去，大声叫住了他。洛贝林还没反应过来，回头刚想问怎么了，手腕就被一股力量猛地拽住，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。伊恩这回是彻底摊牌了，他低声说自己真的做不到，就这么放他走。洛贝林这下彻底僵住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办。结果伊恩提到了救命之恩，说这笔账的现在算。洛贝林还以为又要陪他喝茶，毕竟这大半夜的，除了喝茶还能干什么？可伊恩却觉得那太没意思，他要洛贝林答应一件事，下次必须陪他去第4大道。这下轮到洛贝林傻眼了，因为那里正是他要去调查的地方。这到底是巧合，还是他早就看穿了一切？洛贝林心里很清楚，能拉上皇太子入伙，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。毕竟这位爷一旦决定了，就没人能让他回头。
没想到伊恩居然有点底气不足，还试探着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想去。洛贝林这下答应的干脆利落，直接把时间定在了5天后的深夜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伊恩半天都没回过神。谁能想到，堂堂皇太子刚才居然在等一个答案时，彻底乱了阵脚。普雷斯汀的家族这回算是栽了，光是罚金就够他们喝一壶的。可惜维格姆伯爵那个老狐狸提前断尾求生，没能把他一起拽下水。伊恩倒是看得很开，只要那个难缠的女人能消停一阵子，这波就不算亏。可就在这时，他话锋一转，让布莱恩看看桌上的东西。布莱恩原本还没当回事，结果这一看，整个人直接定住了。桌上竟然放着传说中的废灵恶魔，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这里的？伊恩还在拿布莱恩小时候的事开玩笑，布莱恩赶紧把话题拉回正轨，眼前这朵花才是真正的麻烦，它是刚采摘下来的，新鲜的过头了。这种毒草原本只长在潮湿的远方，想要在帝国境内大面积种植，必须得有源源不断的水源供应，这背后肯定藏着一个财力惊人的大金主。伊恩断定这绝不是皇后那帮人的手笔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这代价实在太高了。一个神秘的第三方势力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来了。布莱恩还在那儿一本正经地计划调查贵族，伊恩嘴上答应着，心思却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。钟声一响，这位爷是1秒钟都待不住，拔腿就往办公室外面走。布莱恩在后面都看懵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约会，能让这位工作狂兴奋成这样？结果在宫外的马车边，伊恩已经等了半天，总算等到了急匆匆赶来的洛贝林。看来这5天后的约定，他可是1分钟都没记差。洛贝林急匆匆赶来，说是因为家里收到了急电，他父母要提前回国了，而且还要重新谈判纺织品的分配权。他自己还纳闷呢，明明普雷斯汀家族之前都稳拿了，怎么局势说变就变？看着他那副高兴的样子，伊恩在旁边忍不住小声嘀咕：这子爵夫妇为什么突然回来？你心里难道真没点数吗？洛贝林没听清还想再问，伊恩赶紧把话给咽了回去。看来昨天他背地里出的那记重拳，这姑娘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马车里，洛贝林还想商量换个地方，结果伊恩态度强硬，说他早就提前预约好了。洛贝林一头雾水，直到被带到这家高级礼服店门口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这位爷竟然是带他来试衣服的。伊恩催着他赶紧进去，别在这儿磨蹭。刚一进门，店主萨宾娜夫人就迎了上来，开口就叫出了洛贝林的名号。伊恩问店主是不是按他的要求都准备好了。萨宾娜夫人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说今天店里清一色全是女员工。洛贝林看着这阵仗还没反应过来，店主就开始在那儿打趣，说经常有这种宠妻狂魔，恨不得把老婆藏起来，不让任何男人靠近。洛贝林急得赶紧摆手，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结果店主更来劲了，直接改口问是不是刚订婚。这下解释是彻底解释不清了。萨宾娜夫人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拿着软尺就围了上来。看来今天这衣服他是试也得试，不试也得试了。洛贝林现在简直度秒如年，这哪是衣服啊，简直就是进了酷刑室。他心里不停的哀求，谁能来救救他？可罪魁祸首伊恩倒好，正悠闲的坐在沙发上等着，还说不管等多久都没关系。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，洛贝林穿上新裙子会是什么样。就在这时，桌上的一份报纸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头版头条赫然写着麦克斯韦侯爵家终于找到继承人了。这个家族可是靠贸易发了大财，自从老侯爵去世后，因为一直没继承人，整个家族乱成了一锅粥。现在这个神秘的继承人突然出现，看来这是交界的风向马上就要变了。报纸上说爵位最后落到了一个远房亲戚手里，伊恩心里盘算着，只要这继承权的事儿能消停，对皇室来说也算是个好消息。他预感到很快就能在授决仪式上见到这位神秘的新面孔了。就在这时，店主萨宾娜夫人的声音传了过来，让伊恩赶紧回头，说接下来的画面绝对能惊艳到他。洛贝林提着裙摆慢慢走了出来，他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华丽的衣服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自在。可当他出现在伊恩面前时，刚才还在冷静分析局势的皇太子，这下是彻底没话说了。他整个人定在原地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洛贝林。看来这套礼服的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夸张。伊恩忍不住夸赞萨宾娜夫人的手艺，店主听了笑得合不拢嘴，说这哪是他的功劳，明明是这位准新娘底子太好，他根本没费什么劲。伊恩听完没说话，只是盯着洛贝林看。突然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，问店主那个是不是也能一起买了。萨宾娜夫人赶紧点头，只夸殿下好眼光。洛贝林还没反应过来，伊恩已经拿着东西走到了他面前，让他试一下。谁能想到堂堂皇太子竟然直接单膝跪地，亲自给洛贝林穿鞋。他说刚才一眼就相中了这双，脑子里全是他穿上后的样子。这下洛贝林彻底愣住了，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伊恩这波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撩人。他说这双鞋的颜色正好和洛贝林的眼睛一模一样，所以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这种连同色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细节，谁听了能不心动啊？洛贝林觉得有点浪费，反正裙摆这么长，穿什么根本没人看得见。伊恩可不听这些，他霸气地表示，既然送了就老实收下。在他心里，洛贝林可是最尊贵的淑女，绝不能被任何人看扁。这种没来由的宠溺，反而让洛贝林心里打鼓。他忍不住想问个明白，这无缘无故的好意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目的？伊恩竟然说没理由，单纯就是现在想送。可这试鞋的动作怎么越看越不对劲？洛贝林吓得赶紧叫停。伊恩
却一脸淡定，甚至还翻起了旧账，提醒他更过分的事都做过了，现在才开始害羞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这一幕刚好被店主撞个正着，洛贝林急得语无伦次，拼命想解释这不是大家想的那样。结果伊恩倒好，直接开始耍无赖。既然解释不清楚，那就干脆叫他混蛋好了。伊恩这操作也是没谁了，非要听洛贝林骂他一句才肯罢休，还保证只要骂的不对，他立马就走。洛贝林哪敢答应啊？当众辱骂皇族，那可是要被抓起来的，他还没活够呢。结果伊恩直接开始耍无赖，说如果不骂，他就一直这么跟着他。这哪是皇太子，简直就是个粘人的跟屁虫。洛贝林彻底没辙了，只能在那生闷气。可就在这时，伊恩突然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温柔地夸了一句：“这鞋子真的很衬他。”这一记之球，瞬间让洛贝林哑口无言，刚才的火气全没了。这场疯狂购物总算结束了，店员们笑得嘴都要合不拢了。毕竟像皇太子这样的大客户，一年也见不到几个。洛贝林现在满脑子都是账单，这一通大出血得花掉多少钱啊？而且这样一直黏着皇太子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本以为买完东西就能够回个家，结果伊恩完全没有要放人的意思，反而一脸轻松地问他接下来还想去哪逛逛。洛贝林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路边有人在大喊，说是贸易公司刚到了新大陆的货。听到贸易公司的名字，洛贝林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想起来了，在原本的故事里，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可怕的大火，仓库里的研究资料，还有那些刚运到的新货，全都会被付之一炬。这就是那个关键的时刻，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洛贝林顾不上什么礼仪了，一把抓起伊恩的手，指着前面的方向大喊：“殿下，快跟我来！”伊恩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股力量拽着往前跑。这姑娘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主动？紧赶慢赶，洛贝林总算找到了这家贸易公司。看着码头上忙碌的搬运工，他知道自己没找错地方。伊恩跟在后头一脸纳闷，还以为这姑娘是看上了什么稀罕货，毕竟这种规模的商队，平时确实很难在这一带见到。洛贝林正一脸严肃地观察情况，伊恩却又开始不正经了。他凑过去低声说：“要是喜欢这种风格，不如直接去他的私人收藏室看看。”这话听着可就有点暧昧了。谁知道这位皇太子的醉翁之意到底是在货上还是在人身上呢？伊恩这下总算看明白了，这姑娘急急忙忙跑过来，原来是想搞什么突击检查。洛贝林这会儿心思全在那些工人身上，看着他们一捆一捆的搬运干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正打算凑近点看个究竟，结果还没等他迈步，手腕就被伊恩一把扣住了。这位皇太子现在满脸写着不高兴，甚至还直呼其名，委屈地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溜走。伊恩这回是真委屈坏了，抱怨洛贝林不仅不解释带他来干嘛，还一直把他当空气。洛贝林看着他那张脸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哪是什么威严的皇太子啊，分明就是一只正在闹脾气的大狗狗。甚至还联想到了小时候见过的那只金毛，虽然个头大还凶巴巴的，但撒起娇来确实让人没辙。看来得赶紧给他顺顺毛了。洛贝林直接使出了杀手锏，伸手摸了摸伊恩的头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，说是刚才周围太吵才没听见。这一招摸头杀使出来，原本还在发火的皇太子瞬间就没脾气了。坏了，这下真的完大了。洛贝林刚才那一通顺毛爽是爽了，可冷静下来才发现，这在皇室规矩里简直是大不敬。洛贝林吓得赶紧摆手道歉，生怕下一秒就被抓去关禁闭。好在伊恩最后还是松了口，别过头去说这次就算乐。两个人就这样僵硬的往前走，虽然嘴上说要翻篇，但这尴尬的气氛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散不掉了。看着眼前这捆干草，洛贝林这下彻底确定了，这就是那个关键的导火索。他转头就给伊恩放了个大招，说不出1个礼拜，这地方肯定要出大事，所以能不能先拨点款，把这里的安保给搞起来？伊恩听得直皱眉头，调动正规军可不是小事，得写报告还得等上面批预算，麻烦得很。可洛贝林早就挖好了坑等着他，既然公家的程序走不通，那皇太子手底下的私人卫队总该能派上用场了吧？伊恩直接拒绝了，说这些护卫是用来保护他的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危险的大街上乱晃吧。洛贝林也明白，想让这位皇太子白出力确实没那么容易，不行就只能去找科尼利亚或者布莱恩帮忙了。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伊恩却突然转过头来问他打算拿什么来交换。只要洛贝林能答应他的条件，派兵的事也不是不能商量。这下轮到洛贝林懵了，人家贵为皇太子，要权有权，要钱有钱，自己手里这点筹码到底有什么是能让他看上眼的呢？伊恩这招叫趁火打劫，他直接开了个价，只要洛贝林答应陪他去参加庆典，再额外许给他一个要求，这忙他就帮了。洛贝林听得直犯嘀咕，怎么又是庆典，还要跟他一起去？伊恩倒是说的理直气壮，反正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说他们是板上钉钉的未婚夫妻，那干脆就假戏真做，多演几场，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？洛贝林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，这哪是演戏，这分明是把自己往坑里带。伊恩这招欲擒故纵玩的真溜，直接甩出一句不乐意就算乐，大不了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洛贝林心里那叫一个纠结，明明知道离这个男人越近越危险，可一想到那场还没发生的火灾，还有科尼利亚的终身大事，他还是决定豁出去了。行吧，就陪你参加这一次庆典，下不为例，必须派人24小时盯着火情，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伊恩点了点头，顺势握住洛贝林的手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既然夫妻不合适，那换成恋人怎么样？”洛贝林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什么叫换成恋人？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
伊恩理直气壮说：“孤男寡女大半夜出来，不是夫妻就是恋人，这逻辑简直让人没法反驳。”洛贝林还想挣扎一下，说能不能换个像长辈一点的称呼，结果发现这家伙根本就是故意的，这回是真的被他拿捏住了。伊恩竟然直接承认了，他就是有这种恶趣味，看别人下不来台，他心里就舒坦了。洛贝林赶紧跟他划清界限，提议对外只说是表亲，还顺势提出了真正的目的，想让他动用皇太子的预算去防范一场还没发生的火灾。这下轮到伊恩开始算账了，凭你一句话就要我掏空家底，结果连个恋人的名分都不给，这买卖怎么看都是他在吃亏啊！洛贝林这下是真急了，开始打起感情牌，问他是不是连这点忙都不肯帮。本以为伊恩会心软，谁知道他回答的干脆利落，直接把路给堵死了。这下连洛贝林自己都觉得这笔买卖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就在他准备认栽的时候，局面突然反转，伊恩竟然点头答应了。不过这钱可不是白拿的，他当场提出了一个对赌协议，如果1周之内没有起火，洛贝林就要彻底卖身打工，这辈子都得听他的。洛贝林一听就火了，这哪是补偿，分明是狮子大开口。他当场决定不干了，大不了自己去想办法。可还没等他走远，伊恩就祭出了杀手锏。他慢悠悠地说：“既然谈不拢，那之前定制礼服的账单就只能寄到他家里去了。”这下洛贝林彻底定住了，那些衣服可全都是天价，要是家里人看到账单，后果简直不敢想。他现在是进退两难，如果不答应伊恩的要求，这笔巨款就能把他压死。这回是真的被算计得死死的。洛贝林彻底没招了，跟伊恩这种人纠缠在一起，简直就是自找麻烦。他硬着头皮答应下来，这下两人算是正式达成了协议。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，但事已至此，他也只能选择相信原著的走向，还有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。就在这边刚刚成交的时候，布莱恩也没闲着，他正在疯狂处理各种机密文件，甚至已经盯上了各大家族的账本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不放过。刚把手下打发走，门外就传来了动静。推门进来的正是伊恩，看他那附哼着小曲的样子，明摆着是遇到了什么好事。布莱恩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位皇太子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好。还没等他开口问，伊恩就直接下达了命令，他打算在贸易仓库那边直接安插自己的守卫，看这雷厉风行的架势，是准备要动真格的了。布莱恩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他直接质问伊恩为什么要突然调动贸易仓库的守卫。伊恩还想找借口说最近天气太干，怕仓库那边不小心起火，结果被布莱恩当场拆穿，非要他给个真正的理由。眼看瞒不住了，伊恩干脆直接摊牌，他说自己已经和洛贝林达成了交易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布莱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已经私下见过面了。布莱恩现在心里乱得很，对他来说，伊恩是值得他死心塌地效忠的主君，这份忠诚这辈子都不会变。可偏偏又牵扯到了洛贝林。布莱恩小时候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怪胎，旁边的孩子都在小声议论，说他就是个闷葫芦，不管别人怎么主动搭话，他连一个字都憋不出来。一个小孩举起一本书，我要不要拿这个砸他？这样他就有反应了吧？另一个小孩问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帮小屁孩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一边起哄，一边竟然直接把书砸了过去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双手稳稳地接住了书，谁也没想到洛贝林竟然直接冲了出来，他气得大声质问，问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多人欺负一个，难道就不觉得丢人吗？这下那几个捣蛋鬼全哑火了，大人们也闻声赶了过来。洛贝林赶紧跑过去告状，把刚才那帮人的恶行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。夫人听完直接变了脸色，二话不说拎着那几个捣蛋鬼就往外走。这下书房总算清静了。夫人临走前还放了狠话，以后绝对不准这帮人再踏进这里一步。洛贝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布莱恩，想让他彻底放心。布莱恩低着头小声应了一句，看来刚才那场闹剧真的让他心里很不好受。洛贝林提到了科妮利亚，那是他最难熬的时候，唯一愿意拉他一把的人。科妮利亚不仅长得漂亮，心地更是好的没话说，他主动提出要交朋友，还告诉洛贝林做你自己就好，根本不需要为了谁去改变。就是这句话让洛贝林彻底变了，他决定以后都要挺起胸膛生活。现在他把这份力量带给了布莱恩，他说不管刚才那些人说了什么，但在他眼里布莱恩沉稳又懂事，所以他也应该自信一点，别再被那些话伤到了。布莱恩听完这些话沉默了半天，突然小心翼翼地试探，那你的意思是也想和我做朋友吗？洛贝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他原本只是想安慰一下这孩子，没想到他会问得这么直接。看着布莱恩认真的样子，洛贝林干脆爽快地答应了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不想交朋友呢？这句话一出口，布莱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紧紧抓着自己的衣角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坚定地选择了他。布莱恩鼓起勇气郑重地打了个招呼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洛贝林。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小小的约定竟然延续了这么多年，从青涩的孩童到并肩的成年。对布莱恩来说，洛贝林是他生命里最大的恩赐，比任何人都重要。布莱恩挡住了皇太子的去路，他不再打算沉默，而是决定彻底摊牌。他一字一句地问，殿下，你对洛贝林小姐到底是什么感情？伊恩显然没打算客气，直接把话头给顶了回去，问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布莱恩一步都没退缩，直言洛贝林是他的挚友，要是皇太子只是想玩玩，那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伊恩直接叫停了这场谈话，他笑着夸布莱恩，说他这个朋友当得确实够义气。接着他拍了拍布莱恩的肩膀，让他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因为接下来的这句话让布莱恩当场就没话说了。
伊恩亲口承认，他对洛贝林的感情绝对不是闹着玩的。伊恩最近闹出的动静，连皇帝都被惊动了。皇帝一边翻着报纸，一边乐得合不拢嘴。他大声夸赞伊恩，说这一手玩的确实漂亮，尤其是往商会派守卫这招，一看就是早有预谋。可报纸上的头条写的就没那么好听了，什么深夜纵火英雄救火，字里行间全是在怀疑这位皇太子背后到底在搞什么鬼。面对这些流言蜚语，伊恩倒是表现得很淡定。餐桌上的气氛看似平静，其实每个人都话里有话。伊恩先是客客气气的谢过了皇帝的夸奖，坐在一旁的皇后卡米拉开口了，她表面上是在庆幸火灾被阻止，实际上却在质疑伊恩，万一预判错了，那可就是在乱花国家的钱。伊恩倒是一点不慌，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说派兵根本不是为了防什么火灾，而是因为那个传闻。卡米拉显然没反应过来，什么传闻能让皇太子动用这么大的阵仗？伊恩终于抛出了重磅炸弹，一种叫费林恶魔的剧毒正在首都悄悄蔓延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皇帝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这么大的消息，伊恩竟然一直瞒着没报。伊恩解释说，他早就派人在贸易要道守着了，昨晚能截住那场火灾，其实只是顺手牵羊的运气。看到儿子这么有主见，皇帝嘴上说着很放心，反手却把指挥权收了回去。他要亲自派人接管第4大道，让伊恩的私兵全部撤走。伊恩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低头领命。卡米拉皇后一言不发，屋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谁也猜不透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。伊恩面无表情的转身离开，看起来稳如泰山，其实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场火灾竟然真的发生了，甚至还顺带发生了一起绑架案，全都被那个女人说中了。这哪里是运气好，简直就是神预言。伊恩现在满脑子都在想，那个叫洛贝林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。伊恩心里很清楚，皇后卡米拉虽然看他不顺眼，但对剧毒的事情确实还被蒙在鼓里。既然局势已经稳住了，接下来就该奖励这次行动的头号功臣了。伊恩心情大好，直接甩出一个大手笔，他提议去最有名的裁缝店，给洛贝林定做20套华丽的长裙。可尼利亚一眼就看出来，洛贝林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劲，赶紧问他到底怎么了。洛贝林摇了摇头，他说自己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结果科尼利亚反手掏出一碗零食，开始疯狂安利，说这是大陆另一头最火的爆米花，用黄油炒出来的，香得不得了。看着科尼利亚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洛贝林也只能暂时放下心事，顺手接过来尝了一口。科尼利亚最近忙着帮父母打理领地，根本抽不出时间，要不是借着筹备晚宴的名头打掩护，他们今天恐怕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科尼利亚想趁这个机会多聊聊，把心里的事都说出来，但这正中洛贝林的下怀，他等的就是这个时机，准备把话题引向真正的目的。洛贝林热情地拉住科尼利亚的手，说自己特别想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科尼利亚却突然话锋一转，盯着洛贝林问：皇太子那边到底怎么样了？这一下直接把洛贝林问住了，他赶紧打哈哈说根本没发生什么。可科尼利亚一脸怀疑，显然不相信这个说法。洛贝林看着桌上的报纸，看来那场火灾是真的，幸好最后平安无事，这下总算不用去当那个人的手下了。科尼利亚拿着报纸凑过来，问洛贝林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。现在整个社交界都在讨论一个人，就是报纸上这位即将继位的麦克斯韦侯爵。洛贝林觉得有点奇怪，继承爵位这种事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新闻吗？科尼利亚摇了摇头说，这个位置已经空了太久，现在突然有人接手，大家当然都坐不住了。麦克斯韦家族的财富确实富可敌国，但报纸上之所以讨论个没完，恐怕还是因为这位新侯爵长得实在是太顶了。洛贝林忍不住开始打趣，问科尼利亚这家伙是不是正中他的红心。科尼利亚赶紧摆手解释说，现在全城的名媛都在聊他，不仅有颜有钱，连人品和才华都是完美人设。洛贝林可不打算放过他，追着问，那在你眼里他到底怎么样？科尼利亚犹豫了一下才开口，帅确实是挺帅的。洛贝林倒是看得很开，觉得这位侯爵跟自己没啥关系，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。科尼利亚听完嘿嘿一笑，调侃说，那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有更重要的人了吧？洛贝林这下急了，赶紧反驳说根本不是那回事。科尼利亚也没继续逗他，只是提醒说这次宴会本来就是为了欢迎那位侯爵，到时候肯定的打个照面，躲是躲不掉的。洛贝林叹了口气，现在只希望对方是个好说话的人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宴会这一天终于到了，华丽的马车排着队进场，整个皇宫门口热闹的不行。伊恩早就换上了最隆重的礼服，一言不发的站在那儿。马克西米利安突然在身后叫住了他，问他是不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一下像是被戳中了心事，伊恩赶紧转过身，嘴硬说根本没那回事。马克西米利安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哥哥这副反常的样子，只是轻轻应了一声，没再多问。伊恩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在那儿干站着。他从旁边的罐子里抓起一颗糖，嘴里嘟囔着，你到底还只是个孩子。他把糖递到马克西米利安面前，笑着问了一句，你不是最喜欢这种薄荷糖了吗？这一招果然管用，屋里原本僵硬的气氛一下子就软化了不少。伊恩让他趁着宴会还没开始，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马克西米利安一下子愣住了，可就在这一刻，他脑子里突然响起了母亲的声音。母亲曾经咬牙切齿地警告过伊恩，恨透了他们，迟早会把他们两个都除掉。一边是母亲口中恐怖的恶魔，一边是眼前这个温柔地堂的哥哥。马克西米利安现在心里乱成一团，
伊恩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关心地问他怎么了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马克西米利安低着头，小声回了一句没事。可就在伊恩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伸出手，死死拽住了哥哥的衣角。谁能想到，马克西米利安竟然主动开口，问伊恩要不要一起分块糖吃。这一下直接把伊恩给整不会了，毕竟在以前，这可是他们2个人的小秘密，只要不被保姆发现，怎么偷吃都行。看着孩子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伊恩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现在的局面还能回到从前吗？伊恩最后还是没拒绝，接过糖果，跟马克西米利安并排坐了下来。小家伙憋了半天，终于找了个话题，说起伊恩之前救火的样子，简直帅呆了。伊恩听完笑了笑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只要能给你带个好头，那就没白费力气。”马克西米利安这下是真乐坏了，想都没想就大声答应。看他这股高兴劲，2人的关系总算稳住了。觉醒前世记忆后，洛贝林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皇室晚宴，这场面确实够大，到处都是推杯换盏的贵族，到处都是酒。洛贝林暗暗发誓，今晚滴酒不沾，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可仔细一想，这事儿透着古怪，当初就喝了一杯，怎么可能断片断得那么彻底？以前只要有怪人靠近科尼利亚，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，把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通通赶走。现在看来，当初那杯酒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这水深着呢。晚宴上到处都是风言风语，几个贵妇像躲瘟神一样，急着避开一个人。听说贝勒这家伙手脚不干净，经常在别人的酒里偷偷加料。听到这儿，洛贝林彻底反应过来了，难怪当初自己会莫名其妙断片，像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，原来全是这个混蛋在背后下黑手。这笔账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在洛贝林眼皮子底下，贝勒竟然又在往酒里加料，害了自己还不够，现在又要找下一个目标，这混蛋真是没完没了。洛贝林坐不住了，他必须在证据消失前冲上去抓个现行。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，一双大手突然从后面死死捂住了他的嘴。谁能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拦住他的，竟然是皇太子伊恩。伊恩这一开口，差点没把洛贝林气乐了。他居然问贝勒那种货色是不是他的菜。洛贝林赶紧否认，可伊恩根本不信，既然不喜欢，干嘛盯着人家看得那么起劲？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2人拉扯的这一幕，偏偏还被路过的人撞个正着。洛贝林脑子一片空白，随便找个借口就想溜，可伊恩的手还没打算放开呢。这下洛贝林彻底慌了，万一刚才的事传成流言蜚语，整个社交界都得炸锅。结果伊恩根本没当回事，甚至还想用他的方式去解决麻烦，吓得洛贝林赶紧求饶，生怕这位祖宗把事情搞得更不可收拾。洛贝林发现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，关于那个目击者的长相，大家似乎都记差了，唯独他记得清清楚楚。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子里成型，要不要干脆试探一下？洛贝林突然抛出了几个送命题，他让伊恩描述一下自己到底长什么样。伊恩直接把话挑明，你脚上还穿着我送的鞋，现在跟我装什么糊涂？伊恩警告洛贝林离那个贝勒远点，说那家伙的人品就是个垃圾。结果洛贝林一句话直接点燃了伊恩这个炸药桶，他说自己曾被那个人害的，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。这下好了，伊恩的怒火瞬间爆表，扬言现在就要去跟对方算账。洛贝林吓得赶紧从背后抱住他，这要是真动了手，事情可就彻底闹大了。为了拦住暴走的伊恩，洛贝林赶紧搬出科尼利亚当挡箭牌，强调自己一直有人陪着，绝对没让对方占到便宜。这招果然好使，刚才还杀气腾腾的伊恩，这下总算冷静了一点。但他还是不放心，毕竟对方身份摆在那儿，就算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，那也是个有权有势的人。伊恩直接下了死命令，以后绝对不准一个人去见他。洛贝林只能乖乖点头，这事儿总算暂时翻篇了。洛贝林心里很清楚，伊恩说的没错，自己一个子爵的女儿确实没资格跟贝勒硬碰硬。他原本在心里发过誓，只要远远盯着那个人渣就行，绝对不跟他发生正面冲突。可谁能想到打脸来的这么快，转头2人就撞了个正着。贝勒当众破口大骂，好不容易才甩掉伊恩，这家伙刚才差点在宴会上闹起来，非要自己去对付贝勒，真是让人不省心。可尼利亚人呢？按理说这时候早该到了，结果洛贝林一转头，直接愣在原地。贝勒正缠着科尼利亚劝酒，洛贝林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杯酒跟之前的一模一样，这下彻底要出事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洛贝林直接冲了上去，啪的一声，酒杯摔得粉碎。贝勒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女人到底在干什么？洛贝林赶紧打圆场，说自己是见到朋友太激动，这才不小心撞了上来，本以为能糊弄过去，结果贝勒盯着他看了半天，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就是那个迪内斯家的吧？”洛贝林完全没想到，这家伙记性竟然这么好，明明一直盯着科尼利亚，居然还记得自己是谁。关键时刻，科尼利亚直接挡在了洛贝林身前，语气冷得像冰块一样。他警告贝勒说话放尊重一点，毕竟洛贝林可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还没等贝勒反应过来，科尼利亚又补了一刀，连跳舞的邀请也直接拒绝了，带着洛贝林头也不回的离开。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，贝勒这下是彻底记恨上了，觉得全是洛贝林在背后捣鬼。看来这梁子是越结越深了。2人总算脱身了，科尼利亚还在后怕，说那个贝勒刚才一直动手动脚，甚至还想逼他喝酒。洛贝林赶紧提醒，那家伙的酒里可不干净，以后千万的离远点。看着自家姐妹这么单纯，洛贝林心里
就开始盘算乐，要是科尼利亚身边有个靠谱的男人护着，哪还会被这种烂人盯上？他忍不住试探，问科尼利亚到底喜欢什么样的。结果科尼利亚根本没开窍，对这事儿一点想法都没有。看来这红娘可不好当啊！科尼利亚这姑娘心也太大了，居然觉得婚姻听父母安排就行。洛贝林一听，直接急了，这哪行啊！他一把抓住科尼利亚的手，非常严肃地告诉她，结婚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一定要找个能让自己开心的人。结果科尼利亚听完，居然一脸灿烂地说，那我要嫁给洛贝林。洛贝林当场就愣住了，科尼利亚直接扑上来抱住他，说只要看到洛贝林笑，自己就觉得最幸福。虽然这表白挺感人，但洛贝林还是得把他拉回现实，毕竟这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啊。科尼利亚还在那儿笑嘻嘻的打趣，洛贝林心里却直打鼓，这姑娘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就在这时，大厅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卫兵推开沉重的大门，皇室成员正式入场了。皇帝、皇后还有皇子们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来，周围的人开始小声议论，说伊恩的目光好像一直盯着这边。洛贝林也感觉到了，这视线确实是冲着他来的，这下想躲都躲不掉了。皇帝站在高处，让台下的臣民们都抬起头来。紧接着，司仪宣布了下一位入场嘉宾，这位就是麦克斯韦家族的新家主塞德里克。他这一露面，全场的目光瞬间都被勾走了。科尼利亚在下面都看呆了，小声跟洛贝林嘀咕说，这家伙本人比画像上还要帅，身上还有种说不出的神秘感。塞德里克当众单膝跪地，向皇帝献上了最诚挚的誓言，表示自己会永远效忠。皇帝对他非常满意，当场宣布接受他的誓言，并正式册封他为麦克斯韦家族的新任侯爵。台下瞬间掌声雷动，塞德里克表现得非常淡定，礼貌地向皇帝致谢，这气场完全不像个新人。就在这时，皇太子伊恩也主动走上前，笑着向这位新侯爵表示祝贺。谁能想到，这位刚上任的侯爵背地里竟然是个大老板。他说要为了商会的事当面道谢。伊恩这下也有些意外，他一直以为那个商会只是个平民开的小买卖，没想到幕后主使就在眼前。塞德里克解释说，因为自己平时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才一直让管家在外面露面，自己则躲在后面操盘。他问伊恩是怎么提前知道会起火的，伊恩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。贝勒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发难，指责洛贝林故意跟他作对，还说他是在装傻充愣。洛贝林刚想解释这是个误会，结果对方根本不听，甚至当众动起手来，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。眼看洛贝林被欺负，旁边的伊恩彻底坐不住了，他哪里受得了这种气，做事就要冲上去救人。关键时刻，布莱恩一把拦住了他，提醒他现在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如果这时候跟贝勒闹翻，正好给了皇后反击的机会。这种局面还是交给他去处理更合适。洛贝林拼命挣扎，大喊着让对方放手，可贝勒已经彻底疯了，根本不管他疼不疼。现场乱成了一锅粥，谁也没想到贝勒竟然敢在宴会上这么放肆。既然事情闹到了这一步，洛贝林决定不再沉默，他要当众揭穿贝勒当年干的那些丑事。眼看洛贝林被纠缠，伊恩拨开人群就冲了过来。洛贝林这下彻底慌了，他知道伊恩是想救自己，但如果皇太子当众卷入这种丑闻，他的位子恐怕就保不住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出现了。塞德里克动作优雅地搂住洛贝林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，说自己要打扰一下。这下全场都安静了。谁能想到最后出来英雄救美的，竟然是这位深藏不露的侯爵。这位大人物平时深居简出，从不参与这种社交场上的烂事，可现在他不仅露面了，还当众把洛贝林护在怀里。侯爵示意洛贝林不用担心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处理。这下洛贝林彻底懵了，自己跟他非亲非故，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来帮自己？还没等大家回过神，真正的重头戏来了，皇帝竟然亲自现身。他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混乱，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下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，侯爵直接当众告状，说贝勒在对洛贝林动粗，而且全场的人都看见了。贝勒这下急了，赶紧反咬一口，说自己是在保护他，还指责洛贝林故意找茬。就在他拼命狡辩的时候，侯爵拿出了一个红瓶子，冷冷地问他认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。看到这瓶药，贝勒这下彻底慌了神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侯爵当众开始科普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助眠药，而是来自新大陆的违禁品。这玩意儿用好了是药，用不好就是杀人工具，轻则让人短暂失忆，重则直接没命。最关键的是，侯爵盯着贝勒说，听说最近有人专门拿这东西对付女孩子。这番话一出来，贝勒的狐狸尾巴算是被当众踩住了。皇帝开口问了关键，这要跟今天的乱子到底什么关系？侯爵直接揭开真相，这就是洛贝林动杯子的原因，因为贝勒手里正拿着这种见不得人的药。贝勒这下彻底急了，大喊着就算有药也是正经处方。结果他这次是踢到了铁板。侯爵冷笑着说，这种药的进口生意全是他家在管，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，贝勒是找代理人偷偷买的，而且只要是他参加的聚会，总会有名门千金莫名其妙晕倒，这种药在帝国根本没人见过，贝勒是唯一的持有者。这下证据确凿，他就算浑身是嘴也抵赖不了。皇帝直接当面对质，问贝勒是不是真的，竟然敢对名门千金下这种毒手。贝勒支支吾吾半天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凑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洛贝林主动站了出来，说自己亲眼看见了贝勒偷偷往酒杯里加了东西。这番话就像一颗炸弹，让全场瞬间炸开了锅。皇帝这下
是真的火大了，竟然敢在皇宫里干这种龌龊事。他直接下令把贝勒关进地牢。贝勒整个人都傻了，一边被侍卫强行拖走，一边还在拼命大喊冤枉。可惜现在谁也不会信他的鬼话，好好的宴会差点被毁了。皇帝安抚大家继续享受，剩下的事情皇室会彻底查个清楚。这下总算清静了，这种垃圾再也没机会出来害人。洛贝林向侯爵道谢，多亏了他，这场危机才算彻底过去。侯爵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对他来说，保护女士只是分内的事。洛贝林正打算开溜，既然舞会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大厅的最好机会。可他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被侯爵叫住了。对方动作很快，微笑着发出邀请，问他愿不愿意一起跳这支舞。这下洛贝林彻底愣住了，原本完美的逃跑计划看来是彻底没戏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位侯爵竟然会在这时候找上自己。舞会虽然热闹，但皇太子伊恩的心情简直差到了极点。刚才眼睁睁看着洛贝林陷入危险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就在这时，皇帝凑了上来，非要让伊恩带上女伴去跳支舞。伊恩心里很清楚，这是想挑拨家族关系，不过对他来说，只要对皇室有利，跟谁跳舞其实都一样。皇帝亲自出面当说客，就算心里再不情愿，这个面子也必须得给。谁也没想到，一向高冷的皇太子竟然真的下场跳舞了。整个宴会厅瞬间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猜这位女伴的来头。正在舞池里的洛贝林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伊恩竟然在和别人跳舞，而且那个女人居然不是科妮莉亚。侯爵察觉到了他的异样，低声问了一句。洛贝林赶紧收回心思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但这出人意料的一幕已经让他彻底乱了阵脚。以前在宴会上，他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，帮科妮莉亚挡掉那些讨厌的苍蝇，顺便把酒全喝光，简直就是完美的护花使者。可现在他竟然成了舞池的焦点，还是跟侯爵一起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虽然他心里一直提醒自己，这只是为了报恩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，但不得不说，侯爵这张脸确实很有杀伤力，稍微看久了，脑子就容易转不动。两人就这么跳着，气氛尴尬的让人想找个地缝。洛贝林憋了半天，才小声说了句谢谢。没想到侯爵回答的挺干脆，说不用放在心上，因为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侯爵大方承认，费了这么大劲，就是为了能跟洛贝林跳支舞。话音刚落，他竟然直接低头，在洛贝林的手背上落下一吻。洛贝林这下彻底懵了，原本以为只是还个人情，可对方这副认真的样子，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？这一幕正好被旁边的伊恩看得正着，他整个人当场石化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侯爵段位是真的高，他盯着洛贝林，夸他刚才对抗贝勒的样子，简直帅呆了。他说换成别人早就吓跑了，只有他敢在那时候站出来，这种肯定谁听了不迷糊。洛贝林还想谦虚一下，说自己只是为了保护朋友，结果对方反手又是一记直球。这下他是彻底没招了，面对这种级别的攻势，想保持冷静简直太难了。洛贝林被夸得有点接不住话，小声说自己不太习惯听这些，结果侯爵竟然直接顺杆爬。他笑着说就喜欢他这种坦诚的样子，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。紧接着他突然凑得更近了，手上的动作也变得越来越大胆。他说想更深入的了解他，只要他愿意给这个机会。洛贝林这下彻底僵在原地，这哪是在跳舞啊，这简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玩火。趁着换曲子的空档，洛贝林赶紧找个借口溜了出来。刚才那种高压气氛，再待下去真的要招架不住了。想起侯爵临走前说的话，他现在心里还没底，什么叫对你很有兴趣？这直球打得也太猛了。不过回过神来仔细想想，侯爵绝对是个高手，刚才那些看似轻浮的举动，恐怕全都是他故意的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？分明是他早就挖好了坑，就等着他往里跳呢。不得不说，侯爵这种男人确实是万人迷，连道个谢都显得那么有魅力，难怪全城的名媛都为他沦陷了。洛贝林现在只想赶紧找到科妮莉亚，这舞会待得实在太累了。他正打算找个地方躲躲清静，结果一转头却看到了最不该出现的一幕：伊恩居然在和别的女人跳舞，而且那个动作、那个眼神和平时的他完全判若两人。一向克制的皇太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反常？那个斯宾塞小姐背景确实硬，伊恩就算再怎么高冷，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把她打发了。可看着他们站在一起，洛贝林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这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。明明只要他们两个订了婚，所有的麻烦就该到此为止了，可为什么现在反而觉得更难受了？算了，这地方真的待不下去了，还是去外面透透气吧。只要眼不见为净，就能假装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看清来人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居然是伊恩。伊恩压低声音说：“别担心，没人看到我往这边走。”洛贝林一脸困惑地问：“这不是重点，殿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刚才还在舞池里众星捧月，现在却鬼鬼祟祟地跟过来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伊恩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吓人，他不由分说地走上前，语气强硬地命令道：“把手给我。”洛贝林还没反应过来，手就已经被他死死抓住了。正当他以为要发生什么冲突时，伊恩却突然沉默了很久。他看着那只手，低声问：“还疼吗？”“对不起，当时没能帮上你。”谁能想到，这个平时高高在上的皇太子，竟然一直惦记着这点小伤。这下轮到洛贝林彻底懵了。洛贝林赶紧摆手说：“没事的，我知道殿下当时想帮忙，只是那种场合确实不方便出手，所以千万别觉得愧疚。”他越说越显得语无伦次。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，干脆话锋一转问道：“比起这个，把斯宾塞小姐一个人丢在那，真的没关系吗？”
伊恩却一脸淡定的反问：“为什么会有关系？”洛贝林急得脱口而出：“你们刚才不是还在跳舞吗？”结果伊恩不但没生气，反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他低声问：“所以你刚才一直在看我？”这下麻烦了，本来想找个借口转移注意力，结果反而被他抓住了把柄。伊恩说：“刚才那场舞是皇帝下的命令，自己根本不想跳，甚至还吐槽对方的裙子颜色太丑，只想快点逃跑。”洛贝林一脸怀疑的问：“既然这么嫌弃，怎么连人家裙子的颜色都记错了？”伊恩却理直气壮的回答：“因为我根本不在乎。”还没等洛贝林反应过来，伊恩突然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异常严肃：“你和那个侯爵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这一下直接把洛贝林问懵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伊恩又补了一句：“看你这表情，就算真有什么也会急着否认吧。”洛贝林顿时愣在原地，明明是他在解释，怎么莫名其妙变成了自己在受审？这局面反转的也太快了。洛贝林说自己和那个侯爵今天才认识，根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就像殿下和那位小姐一样清清白白。伊恩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在判断这话的真假，最后他轻声说：“行吧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。”可还没等洛贝林松口气，伊恩突然靠近，语气变得非常认真：“既然你现在是单身，那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机会？”这下轮到洛贝林没话说了，本来是想撇清关系，结果反而给自己挖了个大坑，气氛瞬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既然气氛都到这了，伊恩直接牵起洛贝林的手，在这安静的露台上，两人竟然就这样跳起舞来。比起刚才在大厅里的应酬，伊恩低声感叹，现在的感觉才叫自然。紧接着他冒出一句让人措手不及的话，他说：“这总比听别的女人炫耀，抢走了我的女人要好得多。”洛贝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那4个字：“我的女人。”伊恩这舞跳着跳着，动作突然变得特别重，他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画面，洛贝林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越想越觉得心里不平衡。洛贝林被拽得一个踉跄，还没站稳就生气地质问：“殿下，你这又是发什么疯？”伊恩这下彻底打翻了醋坛子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就是觉得很不爽，你跟那个侯爵聊得那么开心，凭什么反过来指责我？”洛贝林被堵得没话说了，两人的距离已经近得不像话，这哪是在吵架，分明是在互相试探底线。伊恩这下是不打算再装了，他直接按住洛贝林的手，语气霸道的让人没法拒绝。他说：“别动，现在真正吃醋的人是我。”洛贝林彻底愣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听着他在耳边低声抱怨。他说自己真的很在意，因为他原本想要的是他的第一支舞，既然错过了开头，伊恩干脆直接宣示主权。他说：“那今晚你的最后一支舞必须是我的。”露台上的气氛浪漫到了极点，可谁也没有发现，就在不远处的阴影里，一个穿着黑斗篷的神秘人已经盯上了他们。现在的侯爵简直就是全场众星捧月的焦点，谁让他手里握着最大的商会呢？大家都忙着巴结这位财神爷，但在这片热闹背后，真正的狠角色正躲在暗处。卡米拉感叹，连不可一世的贝勒都被他除掉了，这手段真是让人佩服。要知道贝勒可是块硬骨头，连皇帝都拿他没办法，结果侯爵一出手，竟然瞬间就把他送进了大牢。卡米拉心里很清楚，这种人绝对不好对付，与其当敌人，不如趁别人动手前先把他拉拢过来。他甚至已经开始计划，要通过地下势力去接触侯爵，顺便还得把那个马夫给处理掉。可旁边的男人却听得心不在焉，他盯着侯爵看了半天，总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。他怀疑侯爵和皇后之间有猫腻，可卡米拉却冷冷地堵住了他的嘴，让他说话前先动动脑子。虽然嘴上道了歉，但他心里的怀疑反而更重了。他敢肯定自己绝对在某个地方见过这张脸。而此时的侯爵正游刃有余地应酬着各路名流，他甚至主动邀请大家去新家做客。坏了，线索这下彻底断了。报纸上登出嫌疑人死在废屋的消息，显然是卡米拉皇后在杀人灭口。伊恩心里很清楚，现在死无对证，马车事故的真相已经被彻底埋进了土里。虽然心里憋火，但他知道现在绝不能乱动，否则只会让局面更糟糕。所以他决定先按兵不动。可紧接着，伊恩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打算把订婚的事情先放一放。这话一出，对面的布莱恩整个人都懵了。卡米拉皇后的手段绝不会就此停止，一个棋子没用，他马上就会盯上第二个。伊恩心里很清楚，现在如果急着订婚，只会正中对方的下怀，所以他决定再等等。布莱恩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厉害。他接下了最关键的任务，接下来的日子，皇帝那边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得盯死了。布莱恩嘴上说着客套话，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。他很清楚，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。如果洛贝林继续留在伊恩身边，那他迟早会变成皇后的活靶子。卡米拉那个女人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威胁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那个深不可测的侯爵，自从宴会上的意外发生后，所有的线索都变得扑朔迷离。不管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，都绝不能让他靠近洛贝林。布莱恩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接下来局势怎么变，自己一定要守住洛贝林。好不容易，这3个人总算能凑到一块儿了。回想起上次宴会，那场面简直乱成一团。布莱恩忙着应酬，洛贝林更是亲自下场收拾坏人。科尼利亚笑着说：“多亏了大家，今天终于能消停会儿，来这儿好好开开眼界。”不得不说，这侯爵府确实气派，到处都亮闪闪的。看来今天终于能过个安稳日子了。科尼利亚被拉着去旁边单独聊天，说是为了感谢之前的帮忙。科尼利亚这一走，现场就剩下布莱恩和洛贝林2个人了。洛贝林看着他的背影感叹：“咱们这位大小姐人气还真是高的没话说。”不过等周围安静下来，
布莱恩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迟疑，他终于提起了那天晚上的事。洛贝林倒是挺淡定，反而笑着逗他：“你这是在担心我吗？”他忍不住笑出声，说布莱恩居然也会担心他，明明小时候一直都是他在照顾这个小跟班。布莱恩几次想开口，可洛贝林还在自顾自地说着，让他别再瞎操心了，自己现在好得很。布莱恩的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，他说：“洛贝林，我对你的感情全都是认真的。”这话一出，洛贝林彻底愣在原地。布莱恩这番话简直就是最稳的承诺，他说只要洛贝林需要，随时都可以找他当靠山。洛贝林笑着道了谢，心里却在不停地犯嘀咕，这种温柔又可靠的男人，简直就是拿了完美的男主剧本。不过他今天特意过来，可不只是为了听这些好听的话，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，必须趁着这次宴会，把科尼利亚和布莱恩的关系彻底搞定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给洛贝林泼了一盆冷水。这种高端社交场合聊的全是边境防御和税收大计，他一个写小说的，在这种场合根本插不上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布莱恩他们在那儿大谈特谈各种大道理。再看科尼利亚那边，情况也没好到哪去，他正被名媛围着，简直就是众星捧月，大家都在夸科尼利亚优雅完美，恨不得把所有好听的话都说尽了。科尼利亚虽然在笑，但显然也忙得根本抽不开身。洛贝林这下彻底落单了，原本计划好的主动出击，现在连个开口的机会都找不到。既然没人理，洛贝林干脆决定一个人待会儿。他悄悄溜出人群，打算在这大宅子里转转。这一走不要紧，真是让他开了眼了。就算不懂什么建筑艺术，也能看出这地方有多气派。他顺着走廊一路往前走，却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。走廊尽头这扇大门成功勾起了洛贝林的好奇心，他轻轻推开门，发现里面竟然别有洞天，这哪是普通的房间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室内花园。还没等他看清周围的景色，就发现喷泉旁站着一个人，竟然是麦克斯韦侯爵。侯爵笑着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。”洛贝林整个人都懵了，这附近也没别人，难道真的是在等我？对方接下来的话更让他心里没底。他说本来就打算亲自去打招呼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面对侯爵的热情欢迎，洛贝林有点招架不住，总觉得对方的笑容里藏着什么。侯爵先是一顿夸，说他今天漂亮的像这些绣球花一样，还说这花对他意义非凡，为了养好这些娇贵的东西，他可没少砸钱搞排水系统。就在气氛刚好时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问起刚才的聚会怎么样。洛贝林愣了一下，只能含糊地回了一句还算不错。侯爵突然放低姿态，说怕刚才的聚会太闷了，毕竟名单上全是顶级大贵族。他甚至还道了歉，说如果让他感到不舒服，那是他的不对。洛贝林赶紧摆手，说这种地方平时求都求不来，哪有什么不舒服。但他心里始终有个问号，既然这么麻烦，为什么非要请他过来？侯爵接下来的回答让空气都安静了。他说我只是想安慰你。洛贝林显然没反应过来，侯爵一边把花递过去，一边温柔地解释，说他最近总被卷进别人的烂摊子，实在太辛苦了，他只想做点什么，让他心情能好受一点。看着这满怀的鲜花，洛贝林哪还顾得上怀疑，只剩下满心的惊喜。侯爵看准时机，顺着话茬就问，那能不能再多陪我待一会儿？这温柔陷阱一环扣一环，换谁恐怕都没法拒绝。近距离看，这位侯爵确实帅得过分。两人一边走一边聊起正事，听说贝勒已经被关在领地里反省了。洛贝林感叹，希望以后别再有受害者了。结果侯爵又开始那一套，说这全是他的功劳。洛贝林赶紧客气回去，说是多亏了对方帮忙等等。这对话怎么越听越耳熟？洛贝林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不就是之前在舞厅里两人互相吹捧的那套词吗？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尴尬，得赶紧换个话题才行。这天到底该怎么聊下去？这种感觉太奇怪了。明明侯爵的表情很温柔，眼神却冷得像冰块一样。洛贝林心里直犯嘀咕，以前跟伊恩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从来没这么别扭过。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默，只能指着角落里的一扇门，没话找话的问那是什么。侯爵随口回答，那是放园艺工具的储藏室。结果洛贝林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开始对着一堆铲子、剪刀大加赞赏，说这么大的温室，工具肯定特别重要。这波尬聊简直到了最高境界，连侯爵都没忍住，直接被他给逗笑了。看到洛贝林在那拼命找话题，侯爵反倒先开口道歉了，说是不是自己太闷，又让他觉得无聊了。洛贝林哪敢承认，赶紧摇头说完全没有的事。可紧接着侯爵的话锋突然一转，问能不能请教他一件事。洛贝林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结果侯爵直接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问你听说过皇太子要订婚的消息吗？这话一出，洛贝林彻底没反应过来，这话题转得也太快了，为什么要问这个？难道他看到我跟伊恩在一起了？侯爵接着解释说，听说那位准太子菲科尼利亚是你的好朋友，毕竟这种联姻的大事对经营商会来说非常关键，所以想看看你这有没有什么内幕。听到这，洛贝林总算放下了心，还好他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。他赶紧撇清关系，说虽然两人关系不错，但具体的细节自己也并不清楚。侯爵又顺着话茬问，那过几天的庆典你会跟科尼利亚一起去吗？洛贝林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说科尼利亚平时忙得很，估计没时间参加这种活动。侯爵突然打出一记直球，那跟我一起去怎么样？洛贝林整个人都懵了，这是在当面约他去庆典吗？侯爵不仅没否认，还说自己之前就表过态了，他是真的想多了解洛贝林，想跟他多待一会儿。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洛贝林心里直犯嘀咕，他
他到底看上自己哪一点了？更麻烦的是，过几天的那个庆典，他早就已经答应要跟伊恩一起去了。洛贝林只能硬着头皮拒绝，他说自己已经提前有约了，实在没法陪他一起去。看着侯爵那副努力掩饰失望的样子，洛贝林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总觉得自己像个背叛了上司的叛徒。毕竟跟伊恩的约定也很重要，他只能低声说了句对不起。侯爵倒是表现得很体面，他说没关系，自己会等下一次机会。面对侯爵的再次邀请，洛贝林只能继续打太极，客气地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去。可就在温室里一片祥和的时候，另一边的画风却完全变了。房间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破碎声，贝勒正气急败坏地摔着东西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要酒喝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原本计划好的一切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个烂摊子。在他看来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全都是因为洛贝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女仆推门走了进来。贝勒现在看谁都像刺客，直接质问对方到底是谁。这个女仆倒是一点不慌，她说自己是拿着推荐信特意来这里找工作的。贝勒冷笑一声，觉得这事儿未免也太巧了，仆人刚被他吓跑了一大半，这就立马有人来补位。虽然心里还有怀疑，但看着对方那副淡定的样子，贝勒一时间也抓不住什么把柄。贝勒盯着眼前这个新来的女仆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危险的玩味。他说对方看起来弱不禁风的，刚好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他甚至还亲昵地叫他可可，问他到底给自己带了什么好东西。可可倒是很顺从，一边稳稳地倒着茶，一边说是自己亲手泡的。贝勒显然有点意外，这大半夜的送来的竟然不是酒，而是茶。可可不紧不慢地解释说，这茶叶在国外特别流行，对他现在的状态肯定有好处。贝勒冷哼一声坐了下来，虽然嘴上还在威胁让他老实点别动歪心思，但显然已经把这杯茶接了过去。可可笑着劝他说，这茶的趁热喝才行。贝勒端起杯子闻了闻，确实这股香味他以前从来没闻过，心想这进口货肯定不便宜。可就在他喝下第一口之后，整个人突然定住了。紧接着贝勒的语气变得非常诡异，他说这茶喝下去之后确实让他感觉好极了，整个人甚至有点飘飘然。看着贝勒这副神志不清的样子，可可在旁边露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微笑。这杯茶里加的料终于开始起作用了。